2010年，如果你拿出2600美元买了 Tesla 的股票，今天它会变成100万美元，16年385倍，年化回报45%。这是资本市场有史以来最耀眼的散户神话，没有之一。现在所有人都在告诉你，马斯克的第2张王牌 SpaceX 要上市了，这是下一个 Tesla， 这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错过 Tesla， 不能再错过 SpaceX。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听的真相， SpaceX 不是下一个 Tesla。 你这次拿到的合同跟16年前那份从根上就不一样。看完这期内容，你会彻底看懂 SpaceX IPO 背后的3个核心陷阱：解禁规则的心理操纵，双重股权的绝对独裁，以及94倍 PS 估值的致命泡沫。你会明白为什么同样是马斯克的公司，这次散户大概率会成为接盘侠。你也会学会怎么分辨真正的成长机会和被包装成机会的资本游戏。先从最容易被忽略的解禁规则说起。大多数人对解禁的理解就是180天之后大股东可以卖股票了，股价会跌一波，然后就没事了。Tesla 当年就是这么干的。2010年6月 IPO， 180天后一次性解锁所有现售股，股价当天暴跌 16%， 这就是所谓的悬崖式解禁。听起来很残酷，对吧？但你猜怎么着？这种残酷反而是对散户最公平的规则，因为它是明牌，所有人都知道180天后会有大量抛压，所有人都可以提前做好准备，要么在解禁前跑，要么等解禁跌透了再买。没有套路，没有诱导，就是赤裸裸的供需关系。但 SpaceX 的解禁规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给自己的解禁设计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Build a Ladder, Not a Cliff， 造梯子，不造悬崖。翻译成人话就是不会一次性把所有股票放出来，而是阶梯式解锁，股价每涨 30% 才解锁一部分现售股。你是不是一听就觉得哇，这太好了，不会出现暴跌了，股价会一直稳步上涨？这就是第一个陷阱。我问你一个问题，谁最害怕解禁暴跌？不是你，是那些在上市前就已经持有大量股份的早期投资者和机构。他们的成本可能只有几美元一股，上市后翻了几百倍，他们唯一的需求就是在尽可能高的价格把手里的股票卖出去。悬崖式解禁对他们来说是灾难，180天一到，所有人都抢着卖，股价直接砸穿地板，谁也跑不掉。但阶梯式解禁就不一样了，股价涨 30% 才解锁 10%， 再涨 30%， 再解锁 10%， 这意味着只要股价不涨，机构就不能卖。反过来，只要机构想卖，他们就必须把股价拉上去。你觉得这是在保护散户？错了，这是在给散户设计一个完美的心理博弈场。你想想看，当你看到 SpaceX 的股价每天都在涨，而且从来不会出现暴跌，因为一有抛压就会有资金拉上去，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这只股票真的太强了，永远不会跌，然后你会忍不住追高，越涨越买。但你不知道的是，每一个 30% 的台阶上都站着一群等着套现的机构，你在下面接盘，他们在上面出货，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更可怕的是，这种规则会无限延长你的贪婪周期，悬崖式解禁，你最多被套180天。但阶梯式解禁这个游戏可以玩好几年，股价会像爬楼梯一样一级一级往上走，每一级都有人下车，每一级都有新的散户上车，直到最后再也没有新的散户接盘了，梯子才会突然断掉，到那个时候你连跑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是我危言耸听，这是华尔街经过无数次验证的最有效的收割方式。它利用的就是人类最原始的贪婪和侥幸心理。你总觉得自己不会是最后一个，你总觉得还能再涨一级，但最终几乎所有人都会留在梯子上。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你在这场游戏里连最基本的话语权都没有。我们来聊聊权力结构。 Tesla 当年 IPO 的时候用的是最标准的一股一票制度，你持有多少股份就有多少投票权。马斯克虽然是创始人，但他也不能一手遮天，董事会有独立董事，有机构投资者代表，重大决策需要投票通过。但 SpaceX 不一样， SpaceX 采用的是极端的双重股权结构， A 类股是给散户和普通投资者的，一股一票， B 类股是马斯克和早期核心团队持有的，一股10票。目前马斯克持有 SpaceX 大约 38% 的经济权益，但通过 B 类股
他掌握了公司83%的投票权。83%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任何需要股东大会投票通过的决策，只要马斯克同意，就一定能通过；只要马斯克反对，就一定通不过。但这还不够，马斯克还向 SEC 申请了受控公司豁免。什么是受控公司？翻译成人话就是这家公司可以不遵守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治理规则，它不需要设立独立董事，不需要成立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全部由马斯克任命。也就是说，在 SpaceX 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制约马斯克，没有董事会，没有独立董事，没有股东投票权，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你可能会说，马斯克这么厉害，他说了算不是更好吗？他肯定会把公司带向成功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马斯克决定把 SpaceX 每年50%的利润全部投入到 XI 里，你能反对吗？如果马斯克决定把 Starlink 的所有技术免费授权给 xAI 使用，你能反对吗？如果马斯克决定用 SpaceX 的现金去收购他自己的另一家私人公司，你能反对吗？你不能，因为你手里的 A 类股除了能享受股价涨跌之外，没有任何权利，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资金提供者，一个乘客，司机想去哪里，你根本管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丹麦最大的养老基金 ATP 已经公开表示反对 SpaceX 的这种股权结构。他们说，这是成熟资本市场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公司治理设计，完全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你猜怎么着？根本没有人在乎，因为所有人都被下一个 Tesla 的叙事冲昏了头脑，他们只关心股价能涨多少，根本不关心自己手里的股票到底有什么权利。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散户了，他们买股票的时候从来不看公司章程，从来不看股权结构，从来不看投票权，他们只看创始人是谁，只看故事好不好听，只看别人赚了多少钱。但你要记住，在资本市场里，权力永远比故事重要。当故事破灭的时候，只有权力能保护你，而你在 SpaceX 里什么权利都没有。现在我们来聊最核心的问题，估值。这是整个 SpaceX IPO 最大的谎言，也是最容易戳破的谎言。先给你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PS 倍数，也就是市销率。简单说就是你愿意为公司每1块钱的营收付多少钱。 Tesla 2010年 IPO 的时候 PS 倍数是多少？15倍。也就是说你花15块钱买 Tesla 1块钱的年收入。现在 SpaceX 还没上市，在一级市场的估值已经达到了 1.8万亿美元。它2025年的营收是多少？大约212亿美元。算一下 1.8万亿除以212亿等于多少？85倍，85倍 PS。 我再给你几个对比数据，你就知道这个数字有多离谱了。梅西百货2025年营收246亿美元，比 SpaceX 还多34亿。它的估值是多少？108亿美元， PS 倍数 0.44倍。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2025年营收1587亿美元，是 SpaceX 的 7.5倍。它的估值是多少？2.15万亿美元，比 SpaceX 还低3500亿。 PS 倍数 13.5倍。 Tesla 现在的 PS 倍数是多少？20倍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营收比梅西百货还少的公司，估值已经超过了 Meta， 它的 PS 倍数是梅西百货的235倍，是 Meta 的 7.3倍，是现在 Tesla 的 5.2倍。很多人会说 SpaceX 是成长股，不能用传统的估值方法来衡量，它的未来是星辰大海，不能只看现在的营收。好，那我们就来算未来。假设 SpaceX 未来能达到 Tesla 现在的 PS 倍数，也就是18倍，那它的营收需要达到多少？2万亿除以18，大约1110亿美元。也就是说 SpaceX 的营收需要从现在的250亿涨到1110亿，翻4.4倍。按照每年33%的增长率，需要多长时间？5年。这意味着你现在以2万亿美元的估值买 SpaceX 的股票，相当于提前支付了未来5年的所有增长，而且这还是在它能连续5年保持33%高增长的前提下。一旦增长放缓，哪怕只是降到20%，估值都会直接腰斩。如果增长停滞，那就是灾难性的。但问题是 SpaceX 能连续5年保持33%的增长吗？我们来拆解一下它的3大业务板块 Starlink、xAI 和星舰。
首先是 Starlink， 这是目前 SpaceX 唯一赚钱的业务，也是整个估值的核心支撑。2025年 Starlink 的营收大约是157亿美元，占 SpaceX 总营收的 74%。Starlink 现在有多少用户？大约7200万，看起来很多，对吧？但你知道全球卫星互联网的市场容量有多大吗？最多2.5亿用户。这不是我瞎说的，这是行业分析师普遍认可的上限。因为卫星互联网的主要用户是那些没有光纤覆盖的偏远地区，全球大约有30亿人没有互联网，但其中大部分人根本买不起 Starlink 的终端和服务费，而且竞争已经来了。亚马逊的 Kuiper 项目计划发射3236颗卫星，2026年开始商业运营。欧盟的 Iris 项目、中国的星网项目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Starlink 现在的领先优势最多还能维持3年，3年之后市场会变成红海，它的用户增长斜率必然会大幅放缓。那 XAI 呢？马斯克已经明确表示 XAI 会在 SpaceX IPO 之前正式并表到 SpaceX 里。也就是说，你买 SpaceX 的股票不仅买了 Starlink 和星舰，还买了 XAI。XAI 现在是什么情况？2025年烧了47亿美元，而且马斯克说未来几年每年还要烧85亿以上，什么时候能盈利，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 Starlink 赚的所有钱都会被 XAI 烧掉，而且很可能连本带利都赚不回来。你可能会说 XAI 是未来，现在烧钱是为了以后的爆发。没错， AI 确实是未来，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通过 SpaceX 来买 XAI？ 你可以直接买英伟达，可以直接买微软，可以直接买 OpenAI 的股票，而且 XAI 现在在 AI 行业里连前5都排不进去。它的大模型 Grok 跟 GPT-4o 和 Claude 3 Opus 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把一个每年烧100亿的亏损业务强行塞进一个即将 IPO 的公司里，本质上就是让 SpaceX 的股东来为马斯克的 AI 梦想买单。最后是星舰和轨道经济，这是最宏大的叙事，也是最遥远的 PPT。火星殖民、太空旅游、小行星采矿、太空太阳能发电，这些听起来都很美好，我也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实现。但问题是什么时候，至少10年内，这些业务都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营收。星舰现在还在试飞阶段，什么时候能实现商业发射，什么时候能载人去火星，都是未知数。但现在这些10年以后的故事已经被算进了 SpaceX 2万亿美元的估值里。你想想看，16年前 Tesla IPO 的时候，它已经有 Roadster 在卖了， Models 也马上要量产了，它的估值是基于已经存在的产品和可预见的营收。而现在 SpaceX 的估值 70% 以上是基于10年以后的故事，这就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Tesla 是先做出产品，再扩大营收，然后股价跟着涨，而 SpaceX 是先把未来10年的故事卖出去，把估值拉到天上去，然后再慢慢兑现。如果兑现不了呢，没有人会告诉你答案，因为所有人都在假装这个故事一定会兑现。我不是说 SpaceX 会失败，恰恰相反，我认为 SpaceX 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它改变了航天行业，它让人类离火星更近了一步，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伟大的公司不等于伟大的投资。很多人总是把这2件事混为一谈，他们觉得只要公司足够伟大，买它的股票就一定能赚钱。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是错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亚马逊、谷歌、微软都是伟大的公司，但如果你在泡沫顶峰买了他们的股票，你需要套牢10年以上才能回本。1980年 IBM 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公司，但如果你在那时候买了 IBM 的股票，接下来的20年你的回报还不如标普500指数。公司的伟大和股东的回报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儿，尤其是当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这家公司很伟大的时候。16年前你买 Tesla 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嘲笑马斯克，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疯子，觉得电动汽车是个骗局。那时候的 Tesla 是一个没人相信的梦想，一个便宜的入场券。但今天你买 SpaceX 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吹捧马斯克，所有人都觉得他是神，觉得 SpaceX 是下一个时代的霸主。这时候的 SpaceX 是一个所有人都相信的神话，一个昂贵的未来。同样的创始人，同样的宏大叙事，同样的市场狂热，但合同已经变了，解禁规则变了，从名牌的悬崖
变成了暗藏陷阱的梯子。权力结构变了，从一股一票的民主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裁。估值也变了，从15倍 PS 的便宜货变成了94倍 PS 的奢侈品。你拿着16年前的剧本，想在今天演同样的戏，结局只会完全不同。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些，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因为 FOMO 情绪已经战胜了理智。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讨论 SpaceX， 所有的财经博主都在告诉你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害怕错过，害怕别人都赚钱了，只有你没赚到。这是人类最正常的心理，但也是资本市场最擅长利用的心理。市场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让你在错误的时间产生非常真诚的信念。它会让你相信这次不一样，它会让你相信过去的所有规则在这个伟大的公司面前都不再适用。但每次到最后，你都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如果你还是决定要投资 SpaceX， 我不会拦着你，但我希望你能记住3件事儿。第一，不要把你所有的钱都投进去，最多拿出你总资产的 5%， 就算全部亏光了，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第二，不要长期持有阶梯式解禁的游戏，最多玩3年，3年之后，无论赚了还是亏了，都要走。第三，永远不要忘记，你手里的股票没有任何投票权，你只是一个乘客，司机随时可能改变路线。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可能是被叙事带着走，那你点一下关注。后面我会继续拆这种最容易骗到普通人的市场逻辑，帮你把注意力从故事挪回到信号本身。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马斯克真的相信 SpaceX 能复制 Tesla 的385倍神话，他为什么要在上市前就把估值拉到94倍 PS？ 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复杂的解禁规则？为什么要牢牢抓住所有的投票权？好好想想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就在问题里。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用于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专业投资建议。所有投资决策都应该基于你自己的独立判断和风险承受能力。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